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落幕，媒体效应仍在全球范围内发酵。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周三晚上，中国元首在会见来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就强调，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呢是为了找到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正确的路径。那么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为了汇聚积累更多的正能量，促成各国的共同发展，不让任何国家掉队。中国元首也在欢迎宴会发表祝酒词时着力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蓬勃的10年，正值风华正茂，务当昂扬奋进，奔向下一个金色10年。发展、共赢与希望，可谓是这次峰会论坛最闪亮也是最具行动力、感召力的3大主题词。它的其中表现，无疑呢就是中国元首在这一次论坛主旨讲话中所宣布的中国支持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8项行动。这呢是论坛发布的主席声明，以及洋洋洒洒多达数十条、数百条的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和务实合作的项目清单。因此，这次北京峰会它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吹响了开启“一带一路”倡议又一个金色10年的动员集结号。那么，作为过去10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新方向已经明确，就是呢要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的愿景也已开辟，就是呢要携手实现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最终实现，将会给“一带一路”朋友圈里的共建伙伴们带来鼓舞人心的启示与借鉴。那么新动力也在汇聚注入。王毅昨天在介绍这次论坛成果时特别谈到，本次论坛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是行动导向、高效务实。那么中方宣布的8项行动可谓是集大成者。因为很多细化微观的小而美的行动方案已经在那2份文件清单和务实合作项目清单中全面落地了。今天上午，中国元首在会见埃及总理时谈及巴以局势，强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避免冲突扩大甚至失控。这又意味着什么？巴以冲突无疑是当前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最大焦点。那么，在加沙周边部署就位的30多万以军官兵，他们何时打响加沙地面战？这呢是关乎200多万巴勒斯坦人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悬念。埃及作为在以色列之外与加沙保有唯一陆路口岸的阿拉伯国家，无疑呢是巴以冲突的直接关联国，也是重要当事国。也因此，中国元首今天在会见埃及总理时，在最高层面再次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无疑是极具分量的，也备受各方关注。事实上，在前一天的习普会中，新华社通稿也有这样的表述，两国元首还就巴以局势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但是呢，并没有就此来展开。那么，这是外界格外关注今天会见内容的原因所在。中国元首今天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停火止战，要避免冲突扩大甚至失控，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那么，加沙医院遇袭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惨剧，可以说震惊了全世界，正是对人道危机的残酷预告。虽然目前有关遇袭惨剧的真正元凶众说纷纭，但是呢，或起冲突失控升级应该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中国元首今天指出，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这个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双方的和平共处。那么，这是管控10万火急的巴以危机的难点和痛点所在，也是中方所着力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具体体现。我也注意到，中国元首今天再度重申支持埃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努力，愿意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来加强协调，推动早日全面、公正、持久的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那么本周中方的这个中东问题特使就会到访中东来做斡旋，相信呢也会就中方的这一立场及相应的行动来做鼎力的推动。今天埃及总理呢也表示，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高度赞赏中方秉持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解决当前危机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巴以危机的所有相关国家能不能打破意识形态对立、地缘政治博弈、集团政治对抗的这种恶性循环，真正形成停火止战止暴的斡旋的合力。那么从美国一票否决安理会涉巴以冲突决议草案的最新的这个动作来看，形势仍然十分危机。高峰论坛举办前后，中国元首进行的一连串双边会见，又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呢？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那么世界共同见证高强度、高负荷、时间精准到分秒的中国元首外交节奏再度的精彩上演，见证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广度、深度与高度。我注意到，在这些双边会见中，外方领导人无一不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赞赏认同。联合国秘书长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树立了南合作的典范。而总统普京表示，习近平主席10年前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与中国元首会晤时，特别用了这样一个表达：患难见真情，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为世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的机遇。当然了，这些个重磅会见也为推动双边关系带来强有力的顶层推动。中塞元首会晤，双方都使用了铁杆友谊这样一个提法。塞总统武契奇更是表示，我们对塞中铁杆友谊感到自豪。这也难怪武契奇总统在北京期间凌晨等待看球的一段视频刷屏了。甚至呢，我眼尖的同事也都注意到，这位总统身后的电视屏正在播出深圳卫视的节目。我想这堪称是中塞铁杆友谊的细节见证。那么这次来华参会，普京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外国元首，这是他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到访前独联体以外的国家。所以不少外媒都在用放大镜关注每一个访问细节。比如呢，昨天就有外媒在聚焦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内穿行时，他身后的海军军服栏，手中可能提着代号齐格特山的核手提箱。对此呢，俄罗斯官方媒体 RIA 也在社交媒体在回应，不带上某些个手提箱，普京的外访行程就不完整。同时呢，还要强调，中国主场外交也为众多的参会国提供了双边外交的珍贵舞台。普京在北京与匈牙利总理会晤，后者成为他自俄罗斯打响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首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越南官方通讯社也证实，周二在北京与越南国家主席会面时，普京愉快接受了越方发出的访问邀请。那么鉴于此前普京已经确认受邀访问朝鲜，外长拉夫罗夫目前正在平壤打前站，那么俄罗斯外交向东看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主旋律、主基调。10月18号到19号，习近平主席继续与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举行一系列双边外事活动。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合作，更加重视发展问题。中方愿同联合国机构一道，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10月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习近平表示，埃及是阿拉伯、非洲、伊斯兰和发展中大国，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方祝贺埃及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相信这将为金砖合作注入新动力。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方愿同埃方增进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习近平还就当前巴以局势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避免冲突扩大甚至失控，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中方愿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推动早日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马德布利表示，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解决当前危机发挥更大作用。10月18号晚，习近平在会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时指出，中阿同为发展中大国，都肩负着推动国家发展振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树立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习近平祝贺阿根廷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指出，中阿要在联合国、20国集团、金砖合作机制等框架内加强战略协调，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费尔南德斯表示，过去几年里，无论是面对新冠疫情、大旱天灾，还是金融经济困难，中国都向阿根廷人民伸出宝贵援助之手，令阿方深受感动，铭记在心。中国是阿根廷的真正朋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倡议，为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要机遇。阿方完全赞同，积极支持。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方愿同中方一道，坚守多边主义。18号晚，习近平在会见肯尼亚总统鲁托时指出，近年来，中肯合作实施了蒙内铁路、蒙巴萨油码头等一大批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肯尼亚开花结果，让两国人民增强了获得感。中方支持肯尼亚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愿同肯方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定相互支持。鲁托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能够进一步助力肯尼亚和非洲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19号上午，习近平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指出，中柬都是重情义的国家，中柬铁杆友谊牢不可破，双方要常来常往，保持高层战略沟通，用好两国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机制，落实好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推动中柬关系好上加好。洪马奈表示，昨天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习主席的讲话展示了战略远见，提出的重大务实举措必将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大成功。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核心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柬方积极支持。18号晚，习近平还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合作，更加重视发展问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找到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正确路径。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汇聚积累更多正能量，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国家掉队。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同联合国机构一道，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工作，愿同联合国机构加强合作，促进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古特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和有效的途径，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宣布的8项行动，完全契合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有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发展。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大全球倡议，坚定致力于深化同中国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很多的相同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oth striv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nd both aim to deepen connectivity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nnectivity in infrastructure, commerce, finance, politics,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between people. 国际舆论普遍关注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安全、文明3大倡议一起，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机遇，为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声的机会。Undoubtedly, the BRI and the 3 global initiatives are the key drivers, instrumental in reshaping the global dynamics and paradigm, notably from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thus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声明18号正式发布。本届论坛各方共形成458项成果，数量远超第2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论坛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会，介绍高峰论坛重要成果并答问。王毅表示，本次高峰论坛有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注册总人数超过1万人。这1万人盛会再次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声明指出，本届论坛的主要成果包括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2、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3、开展务实合作；4、促进绿色发展；5、推动科技创新；6、支持民间交往；7、建设廉洁之路；8、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此外，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共形成458项成果，包括各方发起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倡议，决定举办系列国际会议，主席国汇总形成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包括89项多边合作成果。例如，达成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举办香港第8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等。其次，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企业还商定了一系列务实合作项目、双边合作协议等。主席国就此汇总后，形成了369项务实合作项目清单。例如，中国政府与洪都拉斯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与阿根廷、毛里塔尼亚、格鲁吉亚、塞尔维亚、埃及等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中国政府与东盟达成关于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工作计划的中期审议报告，建立中国中亚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融资窗口等。18号，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论坛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会。他表示，这次论坛发出的最清晰信号就是团结合作、开放共赢。论坛从北京，从这里，向世界发出了清晰而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共赢，不要零和。在变乱交织的百年变局当中，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永远是稳定性，永远是正能量。王毅指出，这次论坛形成的最重要共识是开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阶段，提出的最宏伟愿景是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坚持的最鲜明特色是行动导向、高效务实。论坛期间，各方共形成了458项成果，
每一项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一数量啊，远远超过了第2届论坛。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与会各方为“一带一路”投下的支持票，也是信任票。共建“一带一路”不搞清谈馆，要做行动派，必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同其他各国相关倡议机制的关系时，王毅表示，中方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平台，我们欢迎各方随时加入。同时，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倡议也都能秉持开放态度，不要搞封闭的小圈子。中方愿同所有互联互通倡议进行对接，共同探讨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合作。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谁能为低收入国家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体育馆？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也有这个底气。广大参与共建的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切实的利益，社会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充分显示了共建“一带一路”符合时代进步，是一条人间正道。那么，我想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可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方呼吁团结合作、开放共赢，对于缓解当下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世界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呢沉渣泛起，而延宕了1年多的乌克兰危机和近期持续升温的巴以冲突呢，也都充分显示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仍不太平。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各个国家应该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媒体也持续关注本届论坛。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在节目中称，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大会。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说有理念，有实质，而且也展现了很多新的面向，另外有一些新的观念在这样，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概念，对，绿色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展望未来10年，对不对？这一次就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次哈，很重要的“一带一路”的一个哈，一个重要的一个怎么样阶段性的会议。还有岛内舆论声音赞同“一带一路”能够带领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实现现代化。硬联通啊，软联通、新联通，这个结合起来的话，会使得各国的来往，包括服务业的贸易，旅行团就服务业的贸易啊，饭店住宿就是服务业的贸易啊，所以更加兴旺的话，老百姓日子会过得更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号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王文涛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扩大市场准入，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方展现积极开放态度，而拜登政府却还在大搞所谓小院高墙。17号发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新规，3家美国芯片巨头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575亿美元。10月1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双方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等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扩大市场准入，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共享中国市场红利，实现共赢发展。库克表示，苹果公司珍视在华3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支持美中2国政府加强沟通对话，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为双方企业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环境。据了解，此次已是库克今年第2次访华。3月，库克曾到访中国，并参观了多家在华苹果零售店。他表示，苹果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同中国市场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创新在中国加速发展，在库克访华的同时，
不少外资对中国市场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也表达出长期向好的看法。美国 CNBC 网站17号的分析称，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中国市场仍具潜力，十分看好中国市场长期发展势头。中美其他方面的交往也在推进。日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发言人宣布，州长纽森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纽森州长率团访华，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加利福尼亚州对华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一向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支持两国地方扩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正能量。中美出现恢复交往势头，然而拜登政府仍不放弃对华打压。当地时间10月17号，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针对芯片的出口禁令新规。此次新规事实上是美国对2022年10月7号发布的规则进行修改更新后的版本，更加严格地限制了中国购买重要的高端芯片。更新后的规则大幅扩展了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决定本国公司可否销售某些产品的权利。未经政府许可，包括英伟达和英特尔为中国市场开发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在内的芯片产品将不能被出售给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规定中，美国商务部还试图阻止芯片通过其他国家运往中国，将出口限制覆盖面扩大到中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和另外21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精密程度略低于这些门槛的所谓灰色地带芯片，也将需要通知美国政府，而政府可以不批准此类芯片的销售。根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的表态，新规的出台就是为了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推动人工智能和精密计算机领域实现突破的先进半导体的途径。美国其实对于中国一直是采取的小院高墙的策略，这个策略一直没有变化。只是院子里我可能发现哪些地方还有漏洞，我都给它缝补上去了。所以双方的关系是在一般贸易品领域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它是不会有放松的。针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实施单边霸凌行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号答记者问时回应称，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还表示，半导体产业高度全球化，美方不当管制严重阻碍各国芯片及芯片设备、材料、零部件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美国半导体企业损失巨大，其他国家半导体企业也受到影响。在拜登政府新规出台后，一众美国芯片企业股价应声下跌。截至17号当天收盘，英伟达股价下跌近5%，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两家公司股价也分别下挫1%左右。这3家美国芯片巨头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575亿美元。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随即发布声明称，过于宽泛的单边管制措施会鼓励海外客户抛弃美国另寻出路，既无助于美国国家安全，更威胁美国半导体生态体系。除美国企业外，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股价盘中下跌达2%。该公司发表声明称，美国此举可能导致阿斯麦对华出口出现中长期下滑，公司将寻求美国当局就有关新规实施的范围进行澄清。两败俱伤是必然的，一方面从它公布新规之后，然后英伟达以及美国系列的芯片龙头企业的股价一直是在下跌的，所以市场的反应也印证了我们这个猜想。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国产替代。至于说未来最终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国内国产替代的一个步伐。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此前还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平壤举行了会晤。报道称，拉夫罗夫访朝是双方早在1个月前金正恩访俄时就敲定的日程，是朝俄建交7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有分析指，拉夫罗夫此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协调普京访问朝鲜的日程。综合俄新社、塔斯社报道，
俄外交部19号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平壤举行了会晤，会晤持续时间超过1小时。拉夫罗夫18号晚间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访问。据朝中社报道，俄罗斯外长在平壤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来到机场热情迎接俄罗斯亲密朋友。平壤国际机场旗杆上飘扬着朝俄两国国旗，机场航站楼前停车场内，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列队，人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和鲜花花束。朝鲜外相崔善基冒雨来到机场迎接拉夫罗夫，而后是一场正式晚宴。晚宴上，朝鲜顶级乐团、国务委员会音乐团和功勋国家合唱团联袂演出。拉夫罗夫18号在晚宴现场表示，此次访朝将为促成朝俄首脑会谈协议落实并取得实质性成果创造重要契机。据俄新社19号早些时候报道，拉夫罗夫在会晤崔善基时表示，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历史性峰会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两国关系已达到新的战略水平。崔善基则指出，在朝鲜与拉夫罗夫的会谈将是普京和金正恩履行9月峰会协议的重要时刻。另据朝中社的报道，拉夫罗夫指出，在由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霸权主义政策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基于传统友好关系的俄朝之间的相互支持具有特别的意义。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完全支持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奉行的一切政策。俄罗斯在总体实力方面呢还是挺强的，对朝鲜来说能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的。像朝鲜在军事技术方面，那俄方呢可以给他呢提供很多的帮助。还有呢，就像能源方面，那朝鲜呢是可以从俄罗斯那儿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当然了，朝鲜在战略方面给俄罗斯作用也是非常之大的。在远东方向，其实呢俄罗斯也面临着来自西方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呢，那俄罗斯显然就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朋友，应该呢更加重视，因为利用呢朝鲜，它可以呢去平衡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呢美国这三方呢联手对俄罗斯所造成的战略压力嘛。拉夫罗夫最近一次访问朝鲜是在2018年5月底，在此之前，他曾在2009年和2004年到访平壤。朝鲜媒体报道称，当前传统的朝俄关系顺应新时代要求，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拉夫罗夫此访恰逢两国友谊气氛由于前不久举行的朝俄首脑历史性会晤空前火热的时期。有分析指，这体现了朝俄关系的现状，以及朝鲜如何看待当下的双方关系。按照此前金正恩访俄时俄方公布的后续日程，拉夫罗夫此访是协调普京访朝日程。接下来还有双方政府间委员会会议讨论各领域合作的具体细节。1个月前，普京接待了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曾邀请普京访问平壤，并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法新社日前援引客观消息指，尽管日期尚未确定，但普京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拉夫罗夫访朝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国政府19号表示，政府密切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访朝情况。无论朝鲜做出何种言行，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可其拥核地位，反而会加码对朝制裁。韩方将与俄方继续保持必要的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访朝之际，半岛局势并不太平。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美军 B-52轰炸机17号首次降落在韩国的空军基地，参与韩国的防务战，并与韩国空军的 F-35隐形战机进行联合演习。据韩媒报道，B-52抵韩当天上午，先在首尔机场参加2023年首尔国际航空航天暨军工展览会开幕式飞行表演，然后飞往青州空军基地。驻韩美军副司令兼第7航空队司令斯科特·普鲁斯表示，这表明了美国对美韩同盟伙伴关系的承诺，是美国所谓促进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持续承诺的一部分。韩媒称，这是该款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首次降落在朝鲜半岛，也是该轰炸机首次降落在美国领土以外的空军基地。该轰炸机此前曾多次与韩军在半岛上空实施联合演训，但之后总是返回关岛的空军基地。B-52轰炸机最多可携带31吨炸药，飞行距离为6400公里。B-52轰炸机是美国牵制朝鲜的主要军事资产之一。
今年3月，在韩美空军联合演习期间，一架 B-52飞越朝鲜半岛。B-52与 B-1B 蓝丝、B-2幽灵一并被认为是美国空军最具代表性的战略轰炸机。其中 B-1B 具备隐形能力，曾于2016年9月在巫山基地着陆。韩媒分析指，这次 B-52着陆的意义和程度上和以往有很大差别。虽然不是永久性的部署，但这程度的延伸威慑也足够严重。美国实际上把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在韩国呢进行着陆，是传递一个更加明显的威慑信号。那就意味着它将来呢，一旦呢是认为有必要，它可以在韩国进行部署。而战略轰炸机呢？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返回美国。他到访前，加沙一家医院被炸，引发多国的大规模抗议。此事成为拜登此行的焦点之一。而拜登除了反复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还提醒以色列不要被愤怒吞噬，不要犯下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犯下的错误。拜登前脚刚走，英国首相苏纳克就抵达了以色列。他表示，希望通过以色列之行，表达对以色列人民的支持。当地时间17号晚，加沙地带加沙城的阿赫里阿拉伯医院遭到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18号，阿赫里阿拉伯医院的医生们举行了记者会。Moved towards the outside of the operating room and towards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 could see bodies of children piled up, both dead, not moving, and wounded. Every Western politician who has declared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Israel's war effort o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has the blood of these children on their hands. No other country feels the impunity to target hospitals and get away with it. What happened today is a war crime, and if the Israelis get away with it again, then more war crimes will be committed and more hospitals will be targeted. 这场爆炸以及事后各方的互相指责，成为拜登此行的焦点之一。巴勒斯坦方和阿拉伯邻国早前都将此案归咎于以色列方面，而美国总统拜登在落地以色列后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示，据他所了解的情况，爆炸案似乎是另一组织所为，但拜登又不忘补充道，仍有很多暂未确定的内容。I was deeply saddened and outraged by the explosion at the hospital in Gaza yesterday. And based on what I've seen, it appears as though it was done by the other team, not you. Bu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not sure. 18号，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其掌握的所谓视频和录音证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以色列方面没有在阿赫里阿拉伯医院附近的空中、陆地或海上打击。I can confirm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IDF operational systems indicates that a barrage of rockets was fired by terrorists in Gaza, pass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Al-Hali al-Ma'adi hospital in Gaza at the time it was hit. Intelligence from few sources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s indicates that the Islamic Jiha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ed rocket launch which hit the hospital in Gaza. 哈加里说，当地时间17号傍晚6时15分，哈马斯先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火箭弹袭击。6时59分，杰哈德跟着发射了大约10枚火箭弹。与此同时，阿赫里阿拉伯医院也传出了爆炸声。哈加里称，阿赫里阿拉伯医院没有受到直接的外部打击，唯一受损的地方是医院外的停车场等，也就是爆炸发生的地方。不过，包括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卫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都表示，暂时无法独立核实乙方给出的音视频证据。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当面质疑这些证据的可信度。I'm wondering if you could first explain how an Islamic Jihad rocket could have caused this much death and destruction. And then second of all, I'd also like you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credibility, because frankly, the IDF has a less than perfect track record with the issue of credibility. Among other incident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nitially claimed that it was armed Palestinian militants who killed the journalist Shireen Abu Akleh, which we know is not true. So why should the world trust you now? 杰哈德方面在18号的声明中则表示，
以方的说法不实，称该组织没有将医院等公共设施用于军事目的。以色列的指控是虚假和毫无根据的。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巴以局势瞬息万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此访是拜登总统任期内最复杂的外交之行之一，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高风险之旅。这也是自10月7号以来，拜登对以色列最有力的公开支持。不过，早前白宫就表示，拜登将会以真正的朋友的身份向以色列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18号，拜登的确对以色列提出了警告。After 9/11, we were enra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we sought justice and got justice, we also made mistakes. I'm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visit Israel in time of war. I've made wartime decisions. I know the choices are never clear or easy for the leadership. There's always cost, but it requires being deliberate. It requires asking very hard questions. It requires clarity about the objectives and an honest assessment about whether the path you're on will achieve those objectives. 美国担心以色列呢，在打击哈马斯的过程中，进一步升级冲突，使以色列的北部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更多的力量呢加入到冲突中来。因为明年呢是美国的大选，拜登政府呢不希望巴以冲突干扰美国的大选，把美国卷进去。此外，拜登补充道：“我们必须记住，哈马斯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他表示，以色列将尽快批准人道援助物资经埃及进入加沙。此前，上百辆载有这些人道援助物资的货车已经在加沙地带拉法口岸的埃及一侧排成长队，等待口岸的巴勒斯坦一侧开放。Today, I'm also announcing $100 million in new U.S. funding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both Gaza and the West Bank. This money will support more than 1 million displaced and conflict-affected Palestinians, including emergency needs in Gaza.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允许援助物资从埃及进入加沙，但只会让食物、水和药物进入。不过，以色列同时提出，在巴勒斯坦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之前，这些援助物资不会经过其领土。在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方面，拜登表示，他本周将呼吁国会通过一项空前的援助以色列方案。不过，美国国会正由于众议院议长的空缺而处于停摆状态。18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加沙以及苏丹、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等地的10个哈马斯主要成员、特工和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巴以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18号下午，已经造成双方近5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加沙地带超过1300名儿童。18号，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由于加沙地带医疗物资和燃料耗尽，目前医院已经无力再提供医疗服务。彭博社认为，拜登过去1周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活动，以防止巴以冲突升级。但如果这些努力失败，美国可能将指望军事力量。眼下，美国政府表示，重点是警告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其他伊朗代理人不要介入冲突。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已经通过卡塔尔等国家向伊朗发出秘密信息，暗示他们美国认真考虑必要时使用武力。So then what is Iran going to do? Are they just going to help their proxies like Hezbollah and others, or are they going to ge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conflict? You know, my committee is charged with war and peace. My committee has the power to declare war or issue an authorized use of military force. 目前，福特号和正在前往中东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可以一共提供约80架具有攻击能力的飞机，以及配备战斧导弹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可以辅助以色列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抵御中程弹道导弹的袭击。此外，还有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备必要时动员。动荡的巴以局势也让近日欧美领导人的密集到访显得颇为惊险。18号，拜登抵达特拉维夫之际，靠近加沙边境的基苏菲姆地区就响起火箭弹警报。而在17号晚，刚刚结束访问以色列、准备离开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本古里安机场遇到了一场火箭弹袭击。德媒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显示，听到防空警报后，刚登机的人们都仓皇离开飞机。
记者们只能在停机坪找掩护，不得不在跑道卧倒。舒尔茨则被安保人员保护，跑到附近的一个集装箱处躲避。随行记者表示，当时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了2枚火箭弹，自己亲眼目睹了天空中的爆炸火光。拜登前脚刚走，英国首相苏纳克就已经抵达了以色列，并展开访问。苏纳克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而据《金融时报》报道，苏纳克将在中东地区停留2天。除以色列外，他还将访问其他有关中东国家。不过，报道未明确说明这些中东国家分别是哪些国家。自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美西方国家便立场鲜明地站在以色列一边。除了拜登、苏纳克和舒尔茨之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轮番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不过，欧盟内部也正因巴以冲突而产生矛盾。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报道，一些欧盟外交官表示，他们对冯德莱恩的以色列之行很不满。他只声援了遭到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受害者，但没有呼吁以色列在对待加沙上尊重国际法。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又一项巴以局势决议草案举行表决。这一决议草案由巴西提出，草案内容谴责哈马斯以及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地向平民提供基本物品和服务，并呼吁撤销要求平民和联合国工作人员撤离加沙地带北部的命令，保障人道主义援助。虽然中国等12国赞成，但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行使否决权，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此前，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遭到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反对，没有通过。而这次巴西的草案，英国和俄罗斯弃权，法国等美国盟友则投了赞成票。美国虽然行使否决权，但陷入孤立。那么体现出美国和欧洲和日本，它的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分歧。随着加沙局势的恶化，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和危机不断的升级，欧洲国家开始出现了政策的回摆，那就是支持巴以双方停火止战。但是美国处于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仍然投了反对票。巴以冲突的升级已经在中东、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强大的反以、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所以如果这样下去，很可能会撕裂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后发言表示，中方对决议草案未获通过表示震惊和失望。巴西提出的决议草案总体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代表了安理会推动实现停火的起始步骤，也可能是当前情况下安理会唯一可能达成一致的案文。相关国家口头上强调安理会应该采取正确的行动，但他们的投票立场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根本不希望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不希望真正解决问题。无论如何，安理会不能止步不前。目前加沙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平民正在付出生命，遭受苦难。安理会要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避免更大人道灾难方面切实履行责任，发挥作用。在外交部19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美国阻挠安理会通过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深表失望。面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安理会要倾听广大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呼声，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避免更大人道灾难方面切实履行责任，发挥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拜登表示加沙医院遭袭击并不是以色列所为，而是另外一个组织所为，您是如何看？我认为由于美国的立场亲以色列，因此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联合国相关机构进行独立的调查与验证，只有这样才能服众。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究竟是谁炸的？究竟是炸在了停车场，还是炸在了医院大楼？以及究竟炸死了多少人？这些本来是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但在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内，在没有任何证据和调查的情况下，
不仅以色列与哈马斯双方，而且双方各自的支持者，就都把屎瓶子一股脑地扣在了对方头上，甚至还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其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导致中东与西方国家内部普遍爆发了反以色列的大游行，而且导致旨在为人道救援开辟人道走廊的美国、以色列、约旦、埃及四方会谈直接宣告破产。很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涉事的双方眼中没有事实，只有立场，也就是只有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而这也是巴以冲突之所以无解以及愈演愈烈的根本性的原因。那么，对于美国利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了巴西提出的巴以局势决议草案，您又是如何看？我们知道，此前美英法三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经以未能谴责哈马斯为由，否决了俄罗斯提出的相关决议草案。而现在，在巴西的决议草案已经谴责了哈马斯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否决了这一草案。我认为美方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偏袒以色列，而是为了跟其他大国争夺当前巴以局势的主导权。在巴西提出的草案付诸表决前，拜登正在紧急访问以色列，美国要在跟以色列充分沟通之后，拿出以我为主的解决方案。而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当前的以巴冲突正在演变与扩散成为全球性的阵营对抗。而一旦巴以冲突演变为了阵营对抗，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只有敌我的立场，而没有是非与公义了。同时也意味着事态只能进一步扩大化与复杂化。我们知道，30多年前的那场意识形态冷战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激烈的对峙，其根源就在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当今的世界，尤其是全球几个大国，在包括俄乌局势、半岛局势以及巴以局势上的几大热点问题上，再度出现阵营对抗，显然又是跟拜登政府主动挑起的新冷战密不可分。